关我已经替你启动，你为何锁上门？茵茵，只要你活着，世人就不知我郭毅。只有你死在这场大火里，这破城第一人的战功才能属于我。有了这份功劳，我便能风风光光迎娶芷倩了。郭毅，你拿我沈家心血做聘礼，我沈婉仪化作厉鬼，也要将你抽筋扒骨！我重生了。陛下，臣呕心沥血3年，终于造出这破阵连弩，可助我军大捷。臣不求封侯，唯求陛下一事。郭爱卿造出此等神兵，想要什么赏赐？臣要求娶京城第一才女爱芷倩为妻。沈家为了造兵器，家道中落，沈大小姐更是痴等他3年。这郭毅竟要悔婚！嘘，沈家如今就是个空壳子，郭将军自然要择良木而栖。婉英姐姐，我知道你与将军有婚约，可这神兵图谱是我陪着将军日夜推演出来的，我们早已两情相悦。茵茵，你沈家如今落魄，我不嫌弃你，你若愿意进门做个平妻，我依然保你衣食无忧。郭将军的意思是，这架连弩是你和爱姑娘日夜推演、亲手打造的？自然。好一个情深意重，好一个呕心沥血！沈婉音，你敢御前放肆！打你，是替我沈家3年心血喂了狗。大胆！你竟敢毁坏神兵！陛下，此物根本不是郭毅造的神兵，而是我沈家天宫阁的半成品。想踩着我沈家的骨血上位，郭毅，你连这堆废铜烂铁都不如。主子，这沈大小姐竟徒手废了那架连弩。本以为是只待宰的落水狗，没想到竟是把淬了毒的绝世好刀。啊！陛下明鉴，沈婉音一介内宅妇人，她不过是碰巧触动销毁机关。郭将军，你忘了是谁熬瞎了眼替你画的草图？是谁替你校准的金刚千机匣？你胡说八道！陛下，既然郭将军坚称连弩是他与爱姑娘研制，那便请陛下当众考教。敢问郭将军，这连弩底座的游龙双面尺承重几何？郭毅，你来打！臣，这等细枝末节，臣的匠人们才清楚。连核心机理都答不出，也敢贪功！婉英姐姐，你今日在大殿上发疯，置你沈家100年清誉于何地？我沈家的清誉是靠真刀真枪砸出来的，不是靠偷人图纸、抢男人得来的。陛下，臣女今日不仅要揭露这欺君之罪，更求陛下圣裁，准许臣女退婚。沈家战功赫赫，可如今你父兄皆废，若退了这门亲事，你一个孤女，日后谁来庇护？陛下，沈婉音就是一时争风吃醋罢了，她离了臣，在这京城根本活不下去。陛下，臣女今日立下军令状，若1月之内，臣女不能造出比这破阵连弩强上10倍的真神兵，沈家天宫阁就此封炉，家产归于国库。若我交出真神兵，还请陛下允许臣女退婚。啊！不愧是沈家骨血，既如此，朕准了。1月为期，
朕等着你的神兵。沈婉音，你会后悔的。没有我郭家的药材吊命，你那废人哥哥连这个冬天都熬不过去。沈婉音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故意立下那不要命的军令状，不就是想逼我低头哄你吗？郭毅，你那脑子里能不能装点脑浆？哼，造神兵需要大量精铁和火雷石，整个京城的黑市都被我掌控，用不了3天，你就会跪到我郭府门前。将军默契了，等过几日姐姐走投无路了，自然知道谁才是她的天。那你们就睁大狗眼看清楚，我是怎么把你们这对狗男女碾碎在脚底下的。比连弩强10倍的神兵，沈大小姐胃口真不小。主子，我们要插手吗？京城黑市不是在咱们手里吗？是，传令下去，天宫阁要什么材料，暗中给他。沈婉音，你那废人哥哥为了买药，早把这车抵押给了郭府，如今这车你没资格坐。姐姐，这走回去少说有10几里地，还是快些动身比较好。郭毅，你看清楚这车顶上的徽记，那是陛下御赐的天宫龙徽。那又如何？现在他姓郭。按当朝律例，凡御赐之物，私相授受者杖50，强取豪夺者，等同谋逆，当众处斩。你，统领大人，归德将军郭毅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御赐勋章之物，蔑视天威，亵渎皇权，报是不报，若不报，我便在这宫门口撞柱而亡，让全京城看看这公理何在。沈大小姐息怒，快拦住那辆马车！沈婉音，你这个疯女人，我只是开个玩笑。律法面前没有玩笑。官差大人，人赃并获，按例该押入大牢候审。本王路过，还以为是在抓什么要犯，原来是归德将军在这儿改行当马贼了。燕王殿下，微臣只是在处理家务事。家务事？郭将军，你是觉得律法是摆设吗？沈婉音，这马车被贼坐过了，嫌脏的话上本王的车。王爷这出英雄救美演的未免太多余了。臣女方才句句珠玑，本可以让他郭毅当场被大理寺扒掉一层皮的。一刀宰了多没意思，本王是怕你把这只蠢狗逼得太紧，它反咬一口。好霸道的内力，这男人卖相乍一听虚浮无力，实则内里如岩浆翻滚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天生体弱，而是中了皇家禁药的毒。你找死！外界接到燕王殿下娘胎里带了弱者，是个病秧子。可谁知王爷根本不是病，而是中了蚀骨千机之毒。他竟连皇家禁药都认得出来，若让他泄露了本王身怀绝世内力且余毒未清的秘密，只怕这京城的明枪暗箭立刻就会射向燕王府。沈婉音，太聪明的女人往往活不长。既然看穿了本王是在装病避火，你就该清楚，本王捏死你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。杀了我，你就只能继续在这冰窟里装一辈子的废人。王爷若是杀了我，这世上便再无人能压制蚀骨千机的毒性。京城名医无数，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解皇室禁药？那些名医怕的是下毒之人，而我只怕仇人活得太久。既然沈大小姐这么有本事，想要什么报酬，要本王以身相许。王爷说笑了，臣女要王爷做的是护我沈家1个月太平。成交。不过
若是1个月后本王的毒没清，沈大小姐这条命，本王就收下了。沈府到了，沈婉音，希望你真如你表现出的那般聪明。王爷，您真信这沈家小姐能解毒？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这京城终于有个敢跟本王谈条件的女人了。有趣。依依，你可算回来了！听说宫中出了事，郭义那畜生竟要求娶他人。娘，我没事。郭家实在欺人太甚！想当年爹在世时，郭义不过是帐前一名小卒，如今竟敢如此作践你！大哥，那些旧情不必再提。从今日起，沈家与郭家再无瓜葛。大哥，你的腿，我会想办法治好。沈家失去的，我也一定会一分不少的夺回来。偷车贼郭义，这不是刚立了战功回来的归德将军吗？呸！什么战功？怕不是抢来的？连未婚妻家的御赐马车都抢，这人品。就是。芷倩，今日带你去挑几件实心的头面。将军，这画上的人怎么那么像你？上面写你是偷车贼。谁干的？谁敢在将军府门口贴这种东西？郭将军，沈大小姐报案称你偷了御赐马车，请随我们走一趟吧。胡言乱语！昨夜在宫门前，明明是沈婉英自己上了燕王殿下的马车，扬长而去，她自己把车扔下不管，本将军才勉为其难将马车赶回郭府，这算哪门子偷窃？勉为其难？沈大小姐与你已在殿前退婚，那马车是御赐之物，你将御赐之物占为己有，这不是强取豪夺是什么？那是沈婉英自己。燕王殿下亲口证言，他见将军在宫门口当众行凶抢夺。郭将军，您是想跟燕王殿下对峙，还是想跟律法对峙？沈婉英，带走。小姐，您看那姓郭的样儿，以前他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如今倒好，成了全京城的笑柄了。这不过是让他还了这些年欠沈家的一点点利息。不过小姐，燕王殿下为什么会帮我们？他那种人不是向来不理政事的吗？他帮的不是沈家，是他自己。郭义背后有太子撑腰，顺天府关不了他多久，等他出来，定会反扑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所以我们要快，大哥的腿伤拖不得。去济世堂，把这上面的3味药备齐：寒霜叶、断续草，还有100年的天山雪莲。小姐，这可都是极贵的药材，咱们现在的银钱，沈家值钱的宝贝，这些年都在郭义和艾芷倩手里。既然郭义进了大牢，郭府现在乱作一团，正是把债讨回来的时候。走，去郭府取回沈家的东西。这是母亲的陪嫁，去年郭义以打点官职为名骗了去。郭义，你拿沈家的血汗钱去养你的仕途，这一世我要你通通吐出来。沈大小姐，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，见了本王连个谢字都没有。王爷的药，臣女已经研究出了眉目。既然王爷想要谢，不如换个清静的地方聊聊。上车。沈大小姐，现在能说了吗？你所谓的眉目，是想拿本王的命开玩笑，还是真有通天之能？王爷体内的噬骨千机，乃是以制寒之毒压制至阳内力。寻常医者只敢温补，却只会让经脉寸断。你别动，
破冰虚火功，臣女开出一副药方，配合针灸，先化开你经脉中的寒毒，但过程极痛，如烈火焚身，不知王爷敢不敢试？本王这条命早就丢了一半，还有什么不敢的？不过沈婉音，你救本王，当真只是为了让沈家太平1个月？王爷是个聪明的合作伙伴，沈家要翻身，缺一把遮风避雨的伞，而王爷您正合适。沈小姐，我家将军刚被抓，你就上门找晦气，未免太落井下石了。落井下石？我是来拿回我沈家的东西。阿星，念。羊脂玉簪1只，赤金龙凤镯1对，沈老将军生前的佩剑，以及3年来郭义借打点之名从沈家支走的白银，共计3万两。你胡说！这些东西进了郭府就是郭家的。郭义犯的是强取豪夺御赐之物，若大理寺搜出这清单上的东西，便是罪加1等。你们是想陪着他一起去死，还是现在就把东西交出来？沈婉音，你这个疯女人，一个还没定罪，你竟敢来抢东西！艾小姐，认清楚，这些东西都是沈家的。郭义拿沈家的血汗钱养你这只金丝雀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这是抢？这块双鱼玉佩是我爹的遗物，你也配戴？还给我！这是一哥送我的。等郭义从牢里出来，告诉他这只是个开始，他欠沈家的，我会一寸一寸讨回来。小妹，大哥这腿断了3年，你不必费心了。大哥，以前我是被郭义迷了眼，竟荒废了自幼修习的天功和医理。如今我既已醒悟，定要你重新站起来，重振咱们沈家天宫阁。有感觉了，这穴位竟然是热的。茵茵，你真的长大了，你爹在天之灵一定很欣慰。爹，这一世我绝不让沈家重蹈覆辙。王爷，沈小姐今天去郭府抄家了，拿走了不少东西。她倒是真不客气，可她真能治好您的毒吗？万一她是那位派来的死士？死士？你见过哪个死士会为了一点点银子去闯人家后宅的？那可是3万两啊！王爷您挥金如土也就罢了，怎么现在连一点点和一点点都分不清了？这沈大小姐怕不是给您扎偏了针？他看本王的眼神没有半分情愫，全是算计。这种女人最是有趣。将军，老奴拦不住啊！他拿着清单说那些全是沈家的东西，不给就拉我们去见官。好一个沈婉音，拿了本将军的东西，还想全身而退。走，去沈家，本将军倒要看看他有没有命吞下这些东西。给我撞开！沈婉音，把从我府里抢走的东西交出来，跪下磕头认错，否则今日我平了你这沈府！抢？郭将军记性不好，那是物归原主。你若想要，去公堂上求大爷们判给你。大理寺庆是我的人，你以为那点证据真能定我的罪？我能出来，就说明你那些手段没用。离了我的阶级，
你大哥这双废腿，怕是只能烂了。茵茵，只要你现在跪下认个错，在禀明圣上，婚约继续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郭毅，你那脸皮是城墙做的吗？拿我的战功做聘礼娶别人，现在还要我求你继续婚约？他竟然复原出了这种杀戮重击！哼，奇技淫巧罢了，真上了战场，不过是废铁。除了我，京城谁还敢要你这个满身血腥气的野女人？燕王，他不过是个随时会断气的病鬼，护不住你。燕王护不护得住我不劳你费心，但我手里的剑一定护得住沈家。老管家，关门打狗！你竟然在府里私藏甲兵！郭将军眼瞎了，这是我沈家的家将，律法准许。王爷，郭毅那厮带了10几个人冲进去了，咱们要不要？急什么？本王看中的女人，若是连个郭毅都收拾不了，那也不配给本王治病。可大理寺那边，去告诉大理寺卿，明天若是郭毅还没回牢里待着，本王亲自送他全家上路。你的内力，你的天宫术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？是在你陪着爱芷倩风花雪月的时候，是在你算计沈家绝户的时候。滚回去，沈家的债，我会一笔一笔收。郭将军真巧，大理寺卿刚派人传话说案子有了新进展，发现您不仅偷车，还涉嫌贪污沈老将军当年的军饷，请您再回去坐坐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郭将军，既然你这么喜欢坐牢，本王便送你一程，带走。不要带我走！沈婉言，你个毒妇，放开我！欠本王的人情越来越多了，算得清。一，郭毅虽然被燕王府的人带走，但太子绝不会坐视不理。大理寺那边恐怕压不住太久。哼，大理寺压不住，那就让全京城的唾沫星子淹死他。大哥，把咱们沈家这些年接济郭家的账单全贴出去，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这位战神如何一边喝着沈家的血，一边养着他的心上人的。一，郭毅的事咱们有把握，但你立下军令状，说能1月内铸造神兵。可那玄铁重甲的铸造方子早已失传，更何况方子在我脑子里，但寻常生铁不行，必须用到寒潭星铁。此物据说就在吴天阁手中，可吴天阁向来行踪诡秘。大哥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吴天阁重地，擅闯者死。我是来求见吴天阁主，做一笔关于寒潭星铁的交易。哼，阁主概不接见女流。那如果是关于敌国布防图漏洞的交易呢？既然阁主掌控天下军情，自然知道敌国布防图在3年前曾有过变动，而那漏洞只有我知道。我要用这个换寒潭星铁。我如何能信你的话？我在战场3年，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些信息，更何况燕王殿下白天在朝堂上装体弱，晚上竟在吴天阁指点江山，当真是好演技。茵茵，连吴天阁都能闯进来，
本王倒是小瞧了你。星帖在哪儿？星帖可以给你，但这布防图本王要，你沈婉音这个人，本王也要。我沈婉音只与强者结盟，不与王爷做妾。谁说让你做妾？本王缺的是一个能并肩作战的无天阁主夫人。王爷的厚爱，臣女心领了。只是沈家如今是一艘漏水的破船，臣女满心算计，只为复仇保命。这阁主夫人的位子，臣女怕是坐不稳。你怕本王护不住你？我不习惯把身家性命交托在别人手里。布防图漏洞换3块寒潭星帖，银货2件。好一个银货2器，沈婉音，你果然没让本王失望。星帖你拿走，不过本王说过的话向来作数。这无天阁主夫人的位置，本王给你留着。多谢王爷。看看，那就是那个吃软饭的郭将军。呸！连给别的女的买肚带的钱都是沈家支取的啊！真是厚颜无耻！好肆！你们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将军，沈家把您这些年在他们家支取银两的账单全程贴满了，现在连茶馆说书的都在讲您这件事。沈婉音，你敢毁我名声，我绝不放过你！依依，放弃吧。当年那场火烧毁了天宫阁，这星帖果然如传闻所说，乃是极寒之物。后院搭建的这火炉，怕是熔不断它。一定有办法。既然古籍中记载过星帖能铸剑，就必然有融化之法。小姐，这都烧了1天1夜了，火再旺，铁不化也无用啊！大哥，你在这儿看着，千机图谱缺的一页，一定有破局之法。这星帖若是用凡火能化，本王早把它打造成兵器了，何必留在无天阁落灰？燕王殿下，深夜潜入民宅，不是君子所为。你白日里拒绝了本王，本王若是再不表现表现，怎么让你看到本王的诚意？谢雨倩，住手！你疯了！这是你的内力，你体内还有持股千机之毒，强行催动内力，毒气会攻心。沈婉音，你看清楚，本王为了你可是连命都不要了。这神兵，你若是造不出来，可是要给本王陪葬的。别说了，我来控制火候。谢雨欣，你给我撑住！谢允清，你怎么样？死不了。依依，本王为了你连半条命都搭进去了，你这怀抱，借本王靠一会儿，不过分吧？依依，我见后院火光冲天，可是出了什么岔子？燕王殿下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大哥，王爷他体虚，不慎绊倒了，我扶他一把。沈大少爷深夜未眠啊！本王观大少爷这腿伤，似乎并非单纯的外力所致。本王府上恰好供奉着一位神医，虽解不了本王的奇毒，但在接骨续脉上堪称当世第一。此话当真？明日一早，本王亲自把人送来。沈大小姐，本阁主来履行约定了。多谢阁主履约。若非看在那半株冰蝉草的份上，老夫才不进这破落户的大门。若治不好，本王就把你另一半冰蝉草也烧了。
你这病秧子，算你狠！站住！刀伤是假，中毒是真。这腿中了化骨散，被泡烂了。中毒？当时在战场，我重伤倒地。将军，是一个随军医女送来的金疮药，能止痛的，说是能止痛。随军医女，3年前，郭义的随军医女只有一个人。爱之切！现在杀上门去，除了打草惊蛇，什么也得不到。他弄残我兄长，毁我沈家，我恨不得现在就将他碎尸万段。神医能治好他们，等沈家重回战场之日，才是那些人真正绝望之时。王爷，你的情报网里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些？本王只负责提供证据，至于刀，得你自己握。将军莫急，沈家那个废人活不了多久的，只要他死了，沈婉音就没有依靠。可我听说沈婉音找了个怪医进府，那药是我亲手喂下，除非大罗神仙降世，否则谁也救不回来。化骨散入髓，想重新站起来，就得把烂掉的肉一寸一寸割了。没麻药，熬不过去就是死，知不知？只要能重新站起来杀敌，这点痛算什么？请神医动手。沈大小姐，这血腥场景你受不住，滚出去！爱之切，郭义，今日我兄长受的苦，来日我要你们万倍偿还。堂堂燕王，放着王府正门不走，偏爱做翻墙的贼。正门规矩多，不如翻墙来的自在。神医说大哥的腿骨要敲碎重接，我听着他的叫声，心如刀割。成大事者，必经切肤之痛。谢允谦，你为什么帮我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本王说过，缺个并肩作战的夫人。这京城太冷，本王想找个能一起取暖的女子。命保住了。殿下，沈婉音如今在京城愈发嚣张，连将军都被他气得吐血。若不除了他，郭将军的兵权怕是迟早要落入沈家那2个废人手里。姑已经安排好了，明晚的百花盛宴，沈婉音必去。只要他喝下那杯加了春风散的酒，再在那偏房里安排个声名狼藉的泼皮，到那时，全京城的权贵都会看到沈家嫡女是如何放浪形骸。沈家名节尽毁之日，就是他沈婉音丧命之时。百花盛宴，那个医女可给你准备了份大礼等你。他们除了名节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还会什么？要本王帮你平了那宴会吗？不，既然爱芷倩想演戏，我便送她一个终生难忘的结局。王爷，借你无天阁的幻影卫一用，如何？姐姐，前几日将军府的事是芷倩不对，这杯酒算是芷倩向姐姐赔罪。赔罪？好啊。这酒后劲真大，我竟有些头晕。沈婉音，你就在这慢慢享受吧。过了今夜，看燕王还要不要你。药效发作的挺快，没喝小。既然你这么喜欢这药，就留给你自己。
沈婉音怎么在这儿？偏殿那边是谁？那边似乎出事了，快去看看！天哪，那不是郭将军的未婚妻吗？白芷倩，你这个贱人！小野猫，这出戏本王看得很尽兴。这只是还他回我大哥双腿的利息，真正的账还没开始算。发什么抖？气沉丹田，把力气从腰顶到脚后跟。你是沈家的种，难不成这几步路就要了你的命？再来！我站住了。老天爷开眼，我的儿能站起来了！哼，别谢老天，谢我。大哥站起来了，沈家有望了。大小姐，欧阳家的管事硬是闯进来了，说不见您一面不肯走。沈大小姐，我家大人说，之前的婚事虽退了，但欧阳家心里一直惦记着沈家。这尊开光金佛是大人专门为沈家求的。管事记性似乎不太好。当年我大哥需要断血草，我去欧阳府敲门，你们家大人是怎么说的？当时大人确实不在府中。他说沈家已是绝户，欧阳家不沾染这晦气。怎么，现在听说我大哥能站起来了，那晦气就散了，变成香气了？大小姐息怒，欧阳家是真心想修补关系的。东西留下，当作是对当年悔婚的赔礼。至于人，滚！告诉门口那些人，沈家的门不是想进就能进，想出就能出的。是。郭毅、艾芷倩，接下来我要让你们眼睁睁看着沈家重回巅峰。将军，京城里的权贵现在全去沈府贺喜了，都在传沈家大公子已经能行走如常，不日便要上教乐场。神医，竟然真有人能解那化骨散！将军莫慌，他们能好，我就能让他再废一次。太子那边已经安排了禁军高手，就算他能站起来，我也要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再次变成烂泥。茵茵，你沈家的门槛都要被踩烂了，本王想进来看个热闹，都得排队。那些人只是风吹两边倒的杂草。教乐场上的名单我看了，郭毅把禁军里几个杀人不见血的狠角色都调来了，所以本王也给你准备了一份回礼。你那支训练的骑兵该去见见血了。1个月到了，我也该去御前退婚了。沈婉音能不能活过今天，看你的命了。郭毅，你的头本小姐收定了。陛下，1月之期已到，臣这架神威连弩已能百步穿甲。反观沈家，天宫阁荒废已久，沈婉音大放厥词，可以造出强10倍的神兵，分明是蔑视圣听。哼，沈婉音，你立下的军令状可是说要造出强10倍的神兵，东西呢？若是拿不出，沈家满门抄没。沈婉音，郭将军的连弩已在殿前，你的神兵在何处？太子皇兄急什么？好曲子总得压轴唱。这神兵若是随随便便就能亮出来，那还叫什么沈家绝作？皇帝，这可是金殿比试，不是你那燕王府的戏园子。够了！今日朕要看的是神兵，
不是听你们兄弟二人斗嘴。陛下，臣女的神兵过于霸道，臣女已安排人将其抬至殿外候命。哼，大言不惭，不过是拖延时间的诡计罢了。陛下，依臣看，他根本拿不。臣女沈婉音携沈家天宫阁绝作9天雷火书，请陛下御览。装神弄鬼，就这盖着黑布的箱子，也敢妄称神兵？这若是神兵，本将军当场把我的连弩给吃了。我看沈家天宫阁是气数已尽。陛下，9天雷火书乃沈家天宫阁不传之秘，大殿之内虽有万机之巧，却不足以施展其万一。臣女请求移步演武场，让陛下亲眼见证何为神兵将士。准，移步演武场。陛下看好了，臣的连弩才是大夏真正的神兵。沈婉音，我劝你还是直接认输，免得那黑箱里跳出一只癞蛤蟆，惊了圣驾。那是什么？为什么从来没在图纸上见过？郭将军，你偷走的图纸是我丢掉的废稿，今日便让你见识什么叫真正的神兵。此等神兵，世间少有。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妖术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9天雷火书，沈家天宫果然名不虚传。朕得此神兵，如得100万雄师。陛下谬赞，臣女已立下军令状，造出强于郭义那连弩100倍的真神兵。如今恳请陛下兑现金口玉言。陛下，这杀气太过狠毒，一击之下尸骨无存，有伤天和，算不得正统兵器啊！郭将军难道想用你的仁慈去感化敌国的重甲铁骑吗？败军之将，休得聒噪！沈婉音，朕一言九鼎，这退婚准了。臣女沈婉音谢陛下圣裁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从今往后，我沈家与你郭义恩断义绝，死生不复相见。父皇，沈大小姐确有大才，但郭将军在边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他的连弩虽不及雷火书，但也算精良。儿臣以为，郭将军依然是我大夏的可用之才。可用之才，太子皇兄这挑人的眼光，未免太差了些。若满身蛀虫的朽木也能当国之重粮，大夏的江山早就大。燕王，你休要在御前胡言乱语！大理寺恰好查到点有趣的东西。郭义在边关3年，不仅盗卖官窑玄铁，更胆大包天，贪没了30万两的军饷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！太子殿下，救臣！你这欺上瞒下的逆贼，死到临头休想攀照顾！朕的军饷竟养出你这么个吸血的蛀虫！来人，扒了郭义的明光铠，褫夺其圭德将军封号！陛下饶命，臣知错了，看在臣曾上阵杀敌的份上，饶臣一死。念在你曾在边关效力，免你死罪。即日起降为从七品城门校尉，给朕滚出去！哈哈哈哈！瞧瞧，这就是那位踩着女人上位的郭校尉。呸！什么战神？没了沈家，他连个看大门的丧家犬都不如。郭义，好好珍惜你城门校尉的日子，这仅仅是讨债的第一步。戏看完了，沈大小姐还不上车？本王可是准备了上好的庆功酒。沈婉音，自古功高盖主者无完事，这黄泉地心便是送你们沈家下地狱的催命符。今日沈家攻防重挂天宫阁牌匾，带你的人去把场子砸了。哼哼，郭校尉放心，小人定把那牌匾劈成柴火，让他们开不了张。光天化日，你们竟敢来沈家天宫阁撒野！沈家早就是个空壳子了。
不交出5000两银子，老子把你们这块破牌匾砸烂！找死！我沈家的牌匾是你这等杂碎能动的？装神弄鬼，给我上，把这破车拆了！滚！沈大公子，他的腿全好了，这战车简直是钢体巨兽，曾经的战神回来了！天宫阁破牌！沈之年不仅站起来了，还驾着重甲战车招摇过市。父王居然还准了他们重开天宫阁。若是那9天雷火书批量造出来，这大夏的兵权岂不是全落在沈家手里？殿下息怒，属下今夜便潜入沈府，取沈婉音的项上人头。人要杀，但雷火书的图纸更要拿到。若是拿不回图纸，你们也不必回来了。遵命。空的。东宫的狗鼻子倒是挺灵，可惜脑子不太好使。撤！是天宫机关。想跑，已经晚了。千机绞肉阵开启。沈大小姐这闺房的布置还真是别具一格。本王若是早来一步，是不是也躺在地上了？王爷若是堂堂正正走正门，自然不会触发这绞肉阵。深更半夜翻入女子闺房，王爷的爱好也挺别致。哼，杀了太子的影卫，你这烂摊子打算怎么收拾？若是被巡防营找来，沈家可就坐实了私设行堂的罪名。所以，王爷这不是来替我收尸了吗？让堂堂无天阁主替你收尸，茵茵，这报酬，本王可是要连本带利收回来的。那就要看王爷打扫的够不够干净了。二哥，是茵茵吗？二哥回来了，可惜二哥看不见你重振天宫阁了。本王的人在南疆苦寒之地找到的他，一路上顺手拔了3波太子的暗杀眼线。王爷这份大恩，沈婉音记下。好狠的手段！二公子的眼是被南疆特制的石桶水烧毁了。石桶水，爱之剑，爱之剑！这毒妇！寻常药师无医，要想重见光明，除非换眼，或者用你们沈家天宫术打造出千机琉璃镜，再辅以老夫的金针刺血，或许能恢复几分视力。只要能治好二哥，多难的天宫镜我都造得出来。将军，您受苦了。滚！若不是你这贱人连累我被抓了把柄，我怎会沦落到在这开大门受辱？将军，芷倩有办法让沈婉音乖乖交出兵权，让将军重回朝堂。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沈锦绣瞎了，我手里有噬铜水的解药。沈婉音最重亲情，只要拿捏住沈锦绣的眼睛，9天雷火书的图纸，他就得双手奉上。太子殿下若能用这解药换来9天雷火书的控制权，东宫便可如虎添翼。你那解药，当真能治好沈锦绣的眼睛？殿下明鉴，那不过是能制造复明假象的虎狼之药。等沈婉音交出图纸，沈锦绣也会被毒素侵蚀，变成一个傻子。好一个最毒妇人心！郭毅，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拿着这解药去沈府敲门，姑要沈婉音跪着把神兵图纸双手奉上。多谢太子殿下，臣定让沈婉音死无葬身之地。他怎么了？主子为护送二公子回京，一路斩杀刺客，今夜又催动内力，接杀了东宫派来沈府的2波死士，尸骨千机都攻心了。带他去地下密室，
就算他一脚踏进了鬼门关，我也要把他拉回来，拉回来！沈小姐，毒已入髓，老夫的金针只能护住他心脉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够了。谢云清，你不准死！我不准你死！本王刚才在黄泉路上，好像听到有只小野猫在哭，非要把本王喊回来。你这疯子，为了几波刺客就把自己的命撒上，值得吗？只要是为了你，都值得。沈婉音，你这颗石头做的心，现在是不是归本王了？是，你赢了，谢允谦。我沈婉音的命，还有我的心，以后都归你。婉音姐姐，千错万错都是芷倩的错，但二公子的眼睛耽误不得啊！我寻遍名医，终于求得了解药，只求姐姐让我进去救救二公子。这艾姑娘虽然之前做错了事，但如今这般低声下气送解药，也算是良心发现了。沈大小姐闭门不见，未免太不顾念亲哥的眼睛了。沈婉音想要这解药，拿9天雷火书的图纸来换，否则我就在这儿跪着，让你背上冷血无情的骂名。艾姑娘既然有心送药，我怎会不念及二哥的安危？之前种种，全当过眼云烟。进府吧，图纸我也早备好了。算你识相，图纸在哪儿？快给我！神兵图纸事关重大，自然放在最安全的密室里。跟我来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图纸呢？图纸不急，先把解药拿来，我验验。艾芷倩，你管这叫解药？沈婉音，你疯了！放开我！太子殿下不会放过你的！沈婉音，太子殿下知道我拿着解药来神府，若我出不去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拿太子的名头压我，艾芷倩，你以为我建这间密室是为了听你犬吠的吗？你要干什么？这是我沈家天宫阁的千斤坠，机过一旦启动，水力会推动上方齿轮，每转动1圈，这铁盘就会下降1锤。等它压到地面，就算是金刚，也会变成一块铁饼。沈婉音，杀人是死罪，你敢！ 3年前，我大哥的腿，二哥的眼，究竟是谁下的毒？我说。都是郭义指使我的。他说只有沈家绝了后，这战功才稳稳是他的。把你刚才说的话一字一句写下来。艾芷倩，血书供词在此。你毒害沈家2位公子，可是受郭义指使？你这毒妇！本校尉对你情深意重，你竟背着我做出这等丧尽天良之事！将军，你说什么？那药明明是你给我。住口！大理寺卿明鉴，下官常年在军营，这毒妇嫉妒沈大小姐，私自买毒害人，下官一直被蒙在鼓里啊！今日起，我郭义与你恩断义绝，这毒妇死有余辜！
好一个恩断义绝！郭姨，你过河拆桥，想踩着我的尸体活命，我做鬼也不放过你！疯女人，滚开！放开我！肃静！艾芷沁心思歹毒，残害忠良，判处镜面之刑，即刻流放南荒燕瘴之地。婉音姐姐，你来救我了，对不对？我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救你？我是来送你上路的。就是你这毒妇，害得我们大公子双腿残废，害得弟兄们在战场上白白送命。不要过来！救命啊！大哥的腿，二哥的眼，还有我沈家军的血债，艾芷沁，你就在这黄沙里慢慢还吧。余毒已清，大小姐，看你的天宫造化了。二哥，睁眼。茵茵，大哥，我看见了，我真的看见了。好，我沈家兄妹今日终于算是全站起来了。沈大小姐，陛下口谕：9天雷火书乃大夏神兵，特命天宫阁1月之内赶制100台装备进军，不得有误。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差事，沈大小姐可别辜负了圣恩呐！100台，1月期限，这分明是要掏空我沈家的家底，叫我们往死路上逼。飞鸟尽，良弓藏。皇帝这是怕我们沈家靠着神兵重掌兵权。100台雷火书，足够把你这刚挂牌的天宫阁炸得连渣都不剩。他想要100台神兵，我给他便是。哦，你打算把沈家的钱都贴进去？王爷错了，皇帝下旨让我督造兵器，那我就能名正言顺地收购玄铁和火雷石，甚至可以招募工匠。他想掏空沈家，我就借机掏空他的国。好一招瞒天过海，茵茵，你这胆大包天的性子，本王真是爱极了。茵茵，这批材料足够把所有兄弟的战甲再加厚1寸，到了战场上定能刀枪不入。大哥，把这批玄铁替换到战甲关节的榫卯和传动机货上。可宫里限期要的100台雷火书，咱们真去填皇帝的无底洞？皇帝不仁，想抽干我沈家的血，就别怪我不义。兵部要查验，我们就按着规制打造100个空壳子交上去，面子给足他。你是谁？我是能帮将军拿回一切的人。大夏的圭德将军不该在这里受辱。少来消遣我，滚开！只要郭将军能弄到沈家9天雷火书的图纸，北狄国愿意以10000两黄金、大将军之位相迎。你是北狄的密探！大夏皇帝过河拆桥，沈婉音踩着你重振沈家，你难道还要在这破城门为他们守夜吗？好，这笔交易我做。郭将军果然是识时务的俊杰。少废话，我要怎么把图纸交给你？明日戌时，城外十里坡的枯树林，只要将军把阵图带来，10000两黄金和出关通关文卷双手奉上。好。天宫阁外围防线当年还是我替沈家布置的，明日我必拿图纸来见你。沈婉音，既然你断我青云路，就别怪我掘你沈家坟。主子，北狄暗线急报，郭义彻底咬钩了。明日戌时，城外10里坡交土。
丧家之犬，为了几根骨头，连祖宗的坟都能跑了。主子，这等叛国逆贼，可要在半路直接截杀？截杀？那岂不是扫了沈大小姐的雅兴？备马，去沈府。本王这几日正愁不知道拿什么物件去讨家人欢心。郭毅这颗人头，倒是极好的定情信物。燕王殿下这翻窗的毛病，怕是这辈子都改不掉了。正门太无趣，哪有翻窗来的有情调？看看这个，本王特意为你寻来的定情信物10里坡1两黄金，郭毅还真是把自己卖了个好价钱。这信物，沈大小姐可还满意？信物是好信物，王爷的情报网连北狄的最高密线都能截获，无天阁果然名不虚传。本王的诚意都送到了，茵茵，你打算怎么回礼？这图纸我已经改好，明日我就让天宫阁大门敞开，请君入瓮。好，本王陪你。沈婉音啊，沈婉音，你这天宫阁的巡防路线，当年还是我替你大哥制定的，真以为换了块牌盘我就进不来了？这丧家犬在那锁上捣鼓了半炷香了。茵茵，你若再不给他开锁，天都要亮了。太容易得到的东西，北狄人怎么会信？总要让他吃点苦头，流点血，他才会觉得这图纸是真的。好险，差点就折在这里了。鱼儿带着毒饵出水了。郭将军，东西带来了吗？我要的金子和通关文牒呢？精妙。郭将军，你立下大功了。沈婉音那个贱人，自以为天衣无缝，还不是被我破了机关。有了这图纸，你们北狄的工匠只要照做，大夏的城门便形同虚设。将军放心，等我大敌起旗踏破京城之日，便是将军你封侯拜相之时。太子殿下，图纸已经到手，只要毁了沈家的天宫阁，这沈家便再无神兵可施。沈婉音那个贱人，若真让他把天宫阁做大，顾着东宫之位，岂能做得安稳？殿下英明，沈家一灭，殿下便除去了心头大患，我北狄也绝了后顾之忧。京郊的废弃采石场有一群沈家的残兵败将，孤会派出东宫的死士与你的人会合。多谢殿下借兵。记住，孤要的是鸡犬不留，寸草不存。至于这勾结外敌的罪名，自然有郭毅那个蠢货去背。主子，东宫的隐卫和北狄杀手已经合围，无天阁的暗卫已在崖顶就位，只需您一声令下，立刻放箭绞杀。王爷，让他们进去。那可是顶尖杀手，你那采石场里只有残疾老兵，你真不打算让本王出手？我轻重沈家所有打造的墨家重甲，若是连这几条杂鱼都收拾不了，日后拿什么去踏平北狄？王爷就在这崖上看戏吧。今夜，我要让全天下知道什么叫天公重功，血肉苦弱。一群断手断脚的废物，也配让东宫出动隐卫？上，寸草不留！
小晕旗卸甲坐阵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挠痒痒吗？怪物，这根本不是人，是纯铁打造的怪物！沈家军列阵。语音何为？这音绞杀。以秦音御重甲，茵茵，你这支骑兵足以让天下人胆寒。等沈家彻底完了，我便拿着潼关文牒出关，封侯拜将。事情办妥了，沈婉音是不是死无全尸了？你是在等他吗？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北狄的精锐怎么会杀不了你们这群残废？郭毅，你那张图纸，北狄人怕是没命去造你。我跟你们拼了！拿下，带回大理寺。这通敌叛国的大罪，咱们明日早朝去御前好好算算。逆贼！大夏的兵权与神兵，竟被你拿去换了北狄的黄金！陛下饶命，臣是冤枉的，臣是一时糊涂，是太子，陛下，臣有罪，但太子殿下也脱不了干系啊！住口！你这疯狗，死到临头还想攀咬姑！父皇明鉴，他这是自知死罪难逃，想要拉儿臣垫背啊！现在掀翻东宫，父皇必然会忌惮沈家，等到沈家3000中甲齐备，才是送皇兄上路的最佳时机。太子皇兄何必动怒？郭毅勾结外敌，证据确凿，想必是这逆贼失心疯了。燕王所言极是，父皇，此等卖国逆贼，千刀万剐不足以平民愤，儿臣恳请父皇下旨，判郭毅极刑。传朕旨意，郭毅通敌叛国，罪无可恕，即刻打入死牢，3日后午门外凌迟处死。谁？是谁？是来提审的吗？3日后凌迟，我来送你最后一程。沈婉音，你来看我笑话是不是？我马上就要被凌迟了，你满意了？满意。郭毅，你这条贱命怎么抵得过我沈家军的血？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我来只是为了看看沈家的仇人临死前是何等丑态。仇人？你以为杀了我，沈家的大仇就报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把话说清楚。沈婉音，3年前落马坡一战，沈老将军带着沈家军主力被困死谷，你真以为凭我一个小小副将，有本事能截断沈老将军的粮草，能压下那800里加急的求援信？你背后还有人，说下去，到底是谁指使你的？我不过是他们手里的一把刀，一条狗，真正要你们沈家满门死绝的。好一个天下无情！本王的女人，也是你能碰的。燕王，我一直以为我父亲是为国尽忠，战死沙场，我大哥二哥是为了保卫大夏才落得残废，
让我们沈家家破人亡的根本不是什么北狄，而是……原来真正的仇人在龙椅上。茵茵，自古帝王多薄情，飞鸟尽良弓藏。皇权又如何？他既为了保住龙椅，断送我沈家忠魂，我便用这天宫重器碾碎他的金銮殿！燕王和沈家最近在做些什么？回陛下，燕王殿下正盯着天宫阁，日夜赶制陛下交代的100台9天雷火书呢，说是绝不敢耽误了陛下的限期。等100台神兵交到禁军手里，到时候朕再慢慢收拾这几个余孽。大理寺上奏，罪将郭义私通敌国，自知罪无可恕，昨夜于大理寺死牢内畏罪引刃自尽。郭义一案到此为止，明日便是皇家秋猎，彰显我大夏武德。燕王，你的身子调理得如何了？回父皇，儿臣这宿疾反反复复，如今怕是连弓都拉不开了。若是强行下场，恐丢了皇家的颜面，扫了父皇的雅兴。秋猎乃祖宗规矩，你身为皇子不可缺席。今年猎场新开辟了深渊林，里面多有奇珍异兽。沈家满门忠烈，兄妹3人武艺高强，又精通天宫机过，便由他们护卫你入深渊林狩猎，朕很放心。皇帝这是等不及了，他要试探燕王是不是装病，更要试探我沈家是不是已经察觉3年前的真相。臣女领旨，定护燕王殿上周全。燕王殿下，沈大小姐，深渊林里猛兽未曾驯发，极度凶险，几位切记量力而行，若是不敌，尽早发信号求援。统领只管守好这道门，若是放跑了里面的野兽，你可担不起。茵茵，周围没有大型野兽的脚印和气味，反倒树皮上有极规整的兵器划痕。哼，皇帝老儿这是等不及了。既然是演戏，那就陪他演。大哥、二哥，护住燕王，收敛锋芒。有刺客，保护本王！保护燕王殿下！吓死本王了！西北角古松之上有眼线。人走了，已经出了深渊里。父皇多疑，这双眼睛看到的，便是他心中最安稳的结局。他看到了他最想看的画面，沈家积弱，治色残破，燕王病弱不堪一击，他终于可以安心睡个好觉了。这场戏演得真憋屈，若不是怕坏了大事，我早就把他们全剁了。父皇密旨：深渊林突发兽潮，燕王与沈家兄妹不幸死于乱兽践踏。统领，动手吧。殿下，沈家兄妹武艺高强，寻常野兽怕是伤不了他们分毫。这些是皇家天宫秘制的青铜贪狼机关兽，不要让他们永远留在这猎场里。茵茵，不好，西北方向有大批野兽靠近。
够硬的玄铁。大哥二哥，这些机关兽有阵法配合，不要硬拼，分散突围。茵茵，燕王殿下，我们往那边撤。父皇为了要我们的命，连皇室压箱底的天宫兽都掏出来了。茵茵，今日怕是要痛痛快快的杀一场了。那便杀！燕王殿下这病，装的可真够费心的。若不装得像些，怎骗得过那么多眼睛？茵茵数量太多，内力耗尽前杀不完。杀不完，那就全炸了。沈大小姐这手艺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！东宫既然送了这么大一份礼，不回敬一下，岂不显得我们沈家不懂规矩？父皇，深渊林中瘴气极重，燕王皇帝身子骨本就孱弱，这都快2个时辰了，还未见他们发信号求援，儿臣实在忧心。沈家三兄妹武艺高绝，又有天宫击阔傍身，便是龙潭虎穴也闯得。太子若是闲着，便去清点一下猎物吧。猎物，最大的猎物，此刻怕是已被那群青铜贪狼踩成肉泥了。臣女沈婉音幸不辱命，已护送燕王殿下平安归来。好，好，燕王无恙便好。只是你们猎来的这是何物？回父皇，儿臣与沈大小姐在林中竟遭遇了一群机关兽，若非沈家兄妹拼死护驾，儿臣险些就见不到父皇了。陛下，臣女发现这青铜贪狼所用的皆是官窑玄铁，想必是有乱臣贼子将这等凶器偷运进皇家猎场，意图谋害燕王殿下，已尽数拆毁，请陛下明察。你们竟敢残杀禁军统领！太子殿下息怒，臣女也是为了保全殿下的清誉啊！你什么意思？太子殿下，这禁军统领被臣女等人撞破操控兽群时，竟丧心病狂的大喊，说他是奉了太子殿下的密令，要将燕王殿下杀于深渊林。太子殿下与燕王殿下兄弟情深，臣女断定此贼定是被北狄细作收买，想要谋害皇子，再嫁祸给太子殿下。臣女为维护东宫清誉，情急之下，只能让大哥将其就地正绝，绝不让这脏水泼到太子头上。若我反驳半句，便是承认了谋杀皇帝的罪名。沈大小姐所言极是，这等乱臣贼子死不足惜，多谢沈大小姐。好，沈婉音，你护驾有功，当赏。燕王这生死关头走一遭，你的身子……托父皇的洪福，儿臣受了惊吓，这淤堵多年的经脉竟奇迹般的通畅了些。从今往后，这弓儿臣不仅拉得开，还能射得极准。看来他这只装病的猛虎不打算再藏了。甚好，那朕就等着看燕王日后能拉开多硬的弓了。起驾，回宫！奇耻大辱！姑的心腹被斩首，姑还要向那贱人道谢。燕王锋芒已露，沈婉音的天宫阁更是心腹大患。他不是能造神兵重甲吗？姑就断了他的根基。传令户部，即日起以整顿军备为由，全面封锁所有官窑玄铁的供应。没有姑的指令，谁也不许卖给天宫阁1两铁。微臣遵旨。姑要让天宫阁连一块废铁都拿不到，看他拿什么跟姑斗。如今无铁可用，锻造炉全都停了。太子这是釜底抽薪，
想卡中我们的兵器命脉，把沈家困死。没有官窑的铁，中甲锻造也绝不能停。我们必须另寻出路。户部的官帖，不要也罢。这是秋烈那次青铜贪狼身上的玄帖。不错，这帖的硬度远超官窑玄帖，且无内务府印记。天宫阁根据这块玄帖查到，皇家暗中建了一座地下私矿。这极品玄帖，正是出自黑云寨。黑云寨，那可是出了名的匪窝，竟然是皇家的私矿。父皇自以为藏得天衣无缝，这黑云寨底下藏着大夏最大的一条矿脉。既然太子要断我们的供应，那我们就去端了这私矿。废铁，全都是一碰就碎的废铁！户部竟然连边角料都给咱们断了！大公子息怒，咱们买来的这批黑铁杂质太多，根本断不出能用的兵刃啊！再去买，就算是高价收些破铜烂铁，也得把炉子给我烧起来！好，沈之年那个莽夫，如今也只能无能狂怒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传令下去，钉死天宫阁。姑要看着沈家这棵大树一点点枯死。站住！黑云寨地界，来者何人？各位好汉，鄙人是关外的皮货商，听闻贵寨急需上好的西域猛火油，特来送货。算你识相，先去吧。规矩点儿，不该看的地方别看。石壁后是空的。好一个黑云寨！父皇一边削减边关将士的军饷，一边却掏空国库，在这里养了一座这么大的地下兵器坊。这些铁甚至比内务府的官窑还要精纯10倍。那是北狄的图腾。都磨叽什么呢？都给我快点！这锁若强行破坏，里面会喷出猛火油，焚毁一切。这里的储量，别说3000中甲，就算武装5万精锐，也绰绰有余。父皇好大的手笔！为何皇家的机密匣会放在北狄战车的图纸旁边？信纸上的字迹是当今圣上的。落马坡地势险要，朕已下旨令沈家军孤军深入。此乃沈家军镇防图与都粮道，单于尽可断其后路。沈氏一灭，边关安宁，朕与单于共享太平。果真如此，果真如此！我知是他怕我沈家功高盖主，暗下杀手。可我一直以为，他只是断了粮草，压了加急的求援信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
堂堂大夏的95之尊，竟会主动把大夏镇防图和都粮道送给北狄的单于，那可是30万替他戍守边疆的人命啊！他怎么敢？他怎么敢？茵茵，不哭了。郭义的一面之词，天下人可以不信，但这盖着玉玺的通敌铁证，他抵赖不掉。谢允钦，我要他血债血偿。好，本王早就说过，这江山烂了，本王就陪你砸碎它。不好，触动机关了。是自毁阵法，快走！谢允钦，快退！谢允钦，你说话，你怎么样了？别慌，本王命硬，这点石头还压不死。你疯了吗？你以为你是铁打的吗？你为什么不自己躲开？躲开了，谁来替本王的王妃扛着天塌下来的重量？你不准死！你若是死在这里，我做鬼也不放过你！黄泉路冷，本王怎么舍得留你一个人？茵茵，这大夏的江山固不稀罕，但你，本王要定了。本王还是第一次觉得，这狂道也能算个福地。茵茵，这算不算因祸得福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思贫嘴？省点力气撑着，我还没活够，你也别想死。是一台废弃的采矿车，还有半桶猛火油。下兵器房怎么塌了？莫不是地龙翻身？快去禀报统领！什么人竟敢擅闯皇家禁地？放箭！说！皇家禁地，从今夜起，这里姓沈了。吴天阁所属听令，一个不留，杀！这便是传说中能日行千里的木牛流马。我加了些天宫阁的改良。借着地下暗河的水力，这生铁只需2个时辰就能运入我沈家的天宫阁。父皇和太子若知道他们苦心藏匿的铁矿正顺着水流进了沈家的熔炉，怕是要气得吐血。好，茵茵果然把铁弄来了，开炉，把火给我烧到最旺。3天之内，我要看到剩下的战甲全部成型。父皇，儿臣已切断了天宫阁的玄铁供应。据探子汇报，沈家连块边角料都打不出来。哼，沈婉音那丫头还真以为凭她一己之力能翻得起大夏的天？没了玄铁，沈家就算有通天的本事，
也翻不出父皇的五指山了。盯紧他们，等风头一过，朕便找个由头将天宫阁查封，永绝后患。重甲大成，万事俱备。就等风起了。这是何意？太子殿下还在做着储君的美梦，你可知黑云寨已经成了一座空山？你说什么？这不可能！黑云寨有重兵把守。我大敌的探子亲眼所见，黑云寨内守军被屠戮殆尽，生贴不翼而飞。完了，父皇若是知道姑弄丢了皇家私矿，定会废了姑。怎么办？郡王心思深沉多虑，若是边关据点泄露的消息传到宫中，我定然难逃罪责。殿下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谋划先机。你的意思是，主动发难制衡局面？陛下如今以为天下太平，宫中守卫松懈，殿下手中握有京郊神机营5万兵权，只要趁夜色围住皇宫，逼陛下退位，这天下就是您的。好，既然父皇不仁，休怪儿臣不义。传令，立刻调集神机营。今夜，姑不仅要坐上龙椅，还要血洗沈家，把沈婉英和谢允清碎尸万段。陛下病重，燕王谢允清勾结沈家，意图谋反。众将士听令，随姑杀入京城，清君侧，诛逆贼！君侧，诛逆贼！城外的火光亮了，太子这只狗急得跳墙了。5万神机，好大的阵仗！他以为逼宫是捷径，却不知这是一条死路。茵茵，既然他急着赴死，咱们就帮帮他。给姑撞！城门一破，先登者赏万金！撞！用力撞！城门撑不住了，准备应战。不急，算算时辰，咱们的刀也该到了。后方何处传来的异响？冲！这是什么怪物？冲！殿下，殿下！不能退！沈家重甲虽强，但机关运转必耗动力，用人命填也能耗死他们。此时已经摸上城墙了。护驾，快用盾阵挡住他！挡住！用命给姑挡住这群疯子！想跑？茵茵，西北角枯井暗道，他进去了。交给你了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沈婉音、谢允清，姑早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。谢允清，你敢杀姑？姑是太子，你这是谋逆！皇兄，逼宫的戏还没唱完，
急着去哪儿啊？父皇救命啊！谢云清和沈家谋逆造反，残杀神机营将士，儿臣调兵是为了救驾呀！父皇，神机营5万精锐竟全军覆没，沈家私军的实力已远超皇家。若此刻不弃居保帅，这龙椅今夜便要易主了。畜生！你这大逆不道的逆子，死到临头还敢倒打一耙！父皇，你敢调兵逼宫？若不是燕王与沈家军誓死护驾，朕今日就被你这畜生弑父篡位了！父皇，您真狠，您才是最……传朕旨意，太子忤逆不孝，举兵谋反，罪大恶极！即日起废为庶人，打入死牢，听候发落。燕王、沈婉音，你们今夜平叛护驾，乃是大夏的功臣，朕重重有赏。臣女多谢陛下隆恩。你为了保全自己的龙椅，连亲生儿子都可以舍弃！你过河拆桥，你不仁，休怪我不义！等天一亮，姑就把你当年勾结北地单于的丑事全抖落出去！姑要让全天下人都看看，高高在上的大夏皇帝是个卖国求荣的畜生！公公，是父皇让你来放姑出去的，对不对？姑知道错了，你替姑向父皇求求情，姑再也不敢了。殿下。陛下挂念您的身子，特赐御酒一杯，请殿下安心上路。父，他怎么敢杀姑？姑是太子，姑手里有他通敌的把柄，他不能杀我。殿下糊涂了，死人的嘴才是最严实的。动手！你不得好死！姑在地下等着你。办妥了，回宫复命。五毒尚不食子，为了掩盖自己卖国通敌的真相，连亲生子女都能毫不犹豫的毒杀。这龙椅还真是用血肉堆出来的。太子这颗棋子已经弃了，父皇的屠刀马上就要落到本王和茵茵的头上了。这是西域进贡的软金散，无色无味，入酒即化。今晚的庆功宴上，把它加在燕王和沈婉音的御酒里。奴才遵旨，定做得天衣无缝。3000大内高手可安排妥当。回陛下，3000死士已全部埋伏在金銮殿四周，四周宫门以下死锁，只等陛下摔杯为号，绝不让燕王与沈婉音活着踏出大殿半步。沈家军再强，也进不了这深宫内院。今夜朕要将这对逆贼一网打尽。燕王平叛有功，救驾于危难，实乃大夏之栋梁。传朕旨意，封燕王谢允钦为皇太子，入主东宫。
沈家嫡女沈婉音智勇双全，护驾有功，特赐婚于新储君，封为太子妃。儿臣臣女谢父皇陛下隆恩。这第一杯酒，愿我大夏千秋万代。软金伞，这等下三滥的手段也配拿上台面？弓弩手准备，只要殿内预备一岁，立刻放箭，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。谢允谦、沈婉音，你们以为平了太子的叛，这大夏的天下就是你们的了？这朕能给你们的，也能随时收回。软金伞的滋味如何？此时此刻，你们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吧？给朕拿下！陛下的毒确实是好毒，只可惜这等下三滥的把戏早被我二哥破解了。不可能！杀！给朕杀了他们！父皇，儿臣这把剑今夜还没饮够血呢。你敢弑君？弑君？父皇，儿臣这叫拨乱反正。拨乱反正，好一个拨乱反正！这江山是朕的，朕给你们，你们才能拿。朕不给，你们谁也别想活！不好，他在启动龙脉下的击破。这就是皇室传说中用来玉石俱焚的金龙绞杀阵。这阵法连接着整个京城的地下水系和龙脉，一旦全面激活，不只是这皇宫，整座都城都会在半个时辰内沉入地底，与这昏君同归于尽。阵眼就在龙脉地宫，必须断了主轴。来吧，都来给朕陪葬吧！大夏的繁华，这锦绣江山，统统都得随朕入土。茵茵，敢不敢随本王去这地狱走一遭？你我并肩，何惧皇权？是连环火毒阵，不能乱走，跟着我的步伐，踩八卦生门。这路怕是有些硌脚。我来找阵法枢纽的破绽，你替我挡住暗器。看来，父皇就在这扇门后等着我们了。那就进去，送他最后一程。这扇门连着整个绞杀阵的主轴，若用蛮力强迫，会瞬间引爆地底的猛火油库。去，你在给二哥传信。
这地宫阵法千变万化，我们需要二哥的琉璃木在上面纵观全局，找出这扇门背后的生门死穴。浩瀚的绝杀阵，找到了。铁门左侧3步，9寸厚青砖下是第1处符咒枢纽，砸开它！右侧穹顶那颗最大的夜明珠后是火油控制阀。最后一处，正门中心那颗龙珠，必须在3息之内毁掉它，否则大门死锁。茵茵，不可能！金龙绞杀阵乃是死局，你们怎么可能进得来？父皇的死局也不过如此。大势已去，你的禁军和神机营都已复命，这弟弟你也守不住了。大势已去，哈哈哈哈哈！朕是天子，受命于天，只要朕不点头，这天下谁也拿不走。割让大夏边境的国书，不错。既然你们沈家军这么能打，朕就让北狄的铁骑来会会你们。为了这把龙椅，你连祖宗的疆土和天下百姓的命都要送给外族？是你们逼朕的。只要这玉玺盖下，暗道外的北狄密探就会立刻将国书传回大漠，北狄30万铁骑即可破关入内。引狼入室，卖国求荣，你根本不配做大夏之主！都给朕去死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这逆子，你要干什么？朕是天子，是你圣身之父啊！用大夏的江山和天下百姓的命换你一个人的苟延残喘，老东西，你也配称天子？朕待你一向不薄，你为何要反我？你可还记得我母妃是怎么死的？那是她命薄，朕是君命薄。当年她被人诬陷，你连审都不审，直接将她打入冷宫。她病重咳血，我跪在你寝宫外磕到满脸是血，求你宣太医。可你在贵妃的榻上寻欢作乐。那个女人不过是个宫女，能得朕的宠幸已是天文。这20年来，你视我为皇室污点，看着我在深宫里自生自灭。你这样自私凉薄的畜生，现在为了自己苟活，竟能出卖江山百姓！你以为能引外敌入关绞杀沈家？做梦！朕的江山，朕的天下呀！是陛下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大夏的子民，诸位大人，这便是当年落马坡之战，当朝天子出卖我父沈老将军，勾结北狄断我军粮草的亲笔密信。30万沈家军没有败给北狄的弯刀，却死在了他们誓死效忠的君王手里。天道何在？公理何存？落马坡惨案竟是陛下所为。30万铁骨埋血，竟是君王屠刀！诸路昏云，一引魂，血战水塘。不仅如此，昨夜这昏君为保自己苟活，竟在地宫写下割地诏书，企图引北狄铁骑入关。若非燕王殿下及时斩断机口，
此刻京城已是人间炼狱。大夏不认外国贼，滚下楼，滚下楼！真没有，这是受命于天，这是千古一帝，这不是罪人，不是罪人。千古一帝，留给你的只有遗臭万年。血。朕不写，这是真龙天子，这天下是朕的，你们杀了我，天下人不会放过你们。别杀朕！第一份罪己诏，将你构陷忠良、断绝军粮、割地卖国的桩桩件件公之于天下。第二份禅让文书，这沾满沈家军鲜血的龙椅，你没资格再坐。朕的龙椅，全天下都是朕的。看来他是在恐惧与王权覆灭的刺激下彻底疯了。杀了他反而是解脱，让他以这副模样苟活于世，受尽天下万民唾骂，才是对他最好的惩罚。茵茵，沉冤已雪，该换新天了。报！北狄残余集结30万铁骑，趁我朝内乱，一破边关。朕坐在这龙椅上，本想先给你一场盛世大婚。谢允钦，等咱们杀尽北狄贼子，再喝那杯合金酒也不迟。北狄贼子欲趁火打劫，朕绝不姑息。朕将御驾亲征。大夏不容外人欺，此战不求和，不纳贡，不后退。犯我大夏者，杀！占我寸土者，杀！万古不让！全军列阵！来了。睁开眼看看，这便是我席卷大夏的底牌。我当是什么底牌？当年郭义盗走的假图纸，北狄单于竟把这随时会散架的废铁当成了神兵。陛下，杀父之仇，30万弟兄的血债，今日必报。末将请战，率众将先锋营迎击贼军。准。沈之年，让这群蛮夷看看什么才是大夏真正的钢铁之师。还我父亲命了！天宫阁弟子听令，谢伪装，起大阵。郭义偷走的不过是些皮毛，今日便用这真正的9天雷火书祭奠我30万大夏英魂，9天雷火焚尽葫芦。上！这是什么怪物？防御，快举盾！大汉，盾牌挡不住天火，快撤！快撤！保护众军大帐！爹，30万沈家军的弟兄们，你们睁开眼看看，万一替你们报仇了！敌军已乱，全家铁骑听令，随朕冲阵，直取单于首级。
那个疯子！蛮夷狗贼，纳命来！本汗跟你拼了！30万沈家军的血债，今日要你拿命来填！单于已死，降者不杀！大驾万圣，吾皇万岁！大驾万圣，吾皇万岁！爹，30万沈家军的叔伯兄弟们，婉英和大哥、二哥来看你们了。单于已伏诛，出卖你们的内贼和杀害你们的仇敌，皆已付出了血的代价。沈家的沉冤，今日终于彻底昭雪。父亲，各位英魂，你们可以安息了。愿烈酒告慰30万忠魂，大夏的海晏和亲，如你们所愿。陛下，这3万北狄残部如何处置？若是放虎归山，恐生后患；若是尽数坑杀，又恐有伤天和。传朕旨意，将这3万俘虏全部押送至北境铁矿，用他们余生的苦力来偿还欠下我大夏的血债。遵旨。茵茵，边欢已平，沉冤得雪，你我之间的诺言也该兑下。好，我们回家。护国将军威武！护国将军威武！这盛世的欢呼，是你我用刀剑劈出来的。谢允谦，我要让这欢呼声不仅响在今日，更要响彻大夏的万世太平。吾皇万岁！前朝重文轻武，致使边关残弱，30万将士埋骨冰雪。从今日起，大夏废除旧制，沈之年听旨，朕封你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总揽大夏水陆大军，替朕守好这万里江山。臣万死不辞，誓守大夏寸土。沈景修听旨，大夏百废待兴，国库亟待充盈。朕封你为户部尚书，替朕管好这天下的钱粮。微臣领旨，定当开源节流，让大夏百姓仓廪丰实。婉英，你平叛有功，又以天公重器破敌军震胆，这天下有你一半。你想要什么赏赐？今日哪怕你要与朕平起平坐，朕也绝无二话。臣女不要平起平坐，只求陛下一道恩准。陛下，天道幽微，人道机巧。昔日墨子破公输盘之云梯，凭的不是经史自己，也不是血肉之躯，而是这齿轮咬合间的万钧之力。世人皆道墨家兼爱非攻，却不知真正的非攻，不是在强敌面前束手就擒，而是拥有令天下胆寒之利器，使敌国不敢生觊觎之心，方能止战于无形。臣女愿以墨家天宫之术，为大夏重塑筋骨，以玄铁为城，化血肉之躯为钢铁洪流，让大夏化作万邦来朝的重工之国。好一个止战于无形！朕准了。从今日起，大夏的国库铁矿任凭天宫阁调用。听说了吗？陛下今日大婚，为了皇后娘娘，直接下旨废除了后宫3000的祖制，帝后并肩打下的江山，这份同生共死的情谊，岂是后宫那些庸脂俗色能比的？陛下，这不合理智。茵茵，我争着天下，受着束缚，唯一的私心就是想在站到最高处，身边牵着的人是你。若连这手都牵不得，这皇帝当的还有什么意思？朕的江山是皇后陪朕一刀一剑杀出来的。从今往后，大夏的兵马由你调遣，天宫的重器由你执掌，朕的后背永远交给你。这东西硌得手疼。谢允谦，你把兵权都交给我，是想以后偷懒，让我替你守着万里江山吗？江山再重，
朕也总能背得动。朕只是觉得，这手若是一直握着这兵符，就没法腾出空来稳稳当当的牵住你。众卿听旨，从今日起，朕与皇后共治大驾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